苦楚之在。第7章，辗转据四川。第4集，陈本夫通英、日、德3种外语，在国军驻于空军基地九龙坡机场，协调与日军空袭和盟军协同作战国际情报。餐厅留声机播放的《回家》是研报会在香港沦陷前九龙半岛酒店大堂与陈本夫不期而遇时听到的歌。研报会拿出手帕擦去眼泪，想着家，地上哪里有我的家？林浩恩和陈本夫看到他流泪。在沦陷的香港完成营救国府要员并家属的任务后，陈本夫被调到军事处国际科任中校科长。多年来，他东征西调，无暇恋爱，无心成家。虽说组织有条例，抗战期间军官不准结婚，但他和很多同志一样，自愿不赶走日军，誓不结婚。34岁的他仍孑然一身。陈本夫的父亲陈锡礼是浙江仙居人。陈锡礼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同乡叶重宗是好友。叶重宗的女儿叶吉平是蒋中正的得意门生胡寿斋的未婚妻。眼下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叶吉平，多年前在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时，是军统首脑戴笠最欣赏的学生。胡寿斋和戴笠是生死道义之交。张扬西安兵谏之际，驻防陕西的胡寿斋力挺戴笠冒死赴西安营救蒋中正。胡戴二人常一拍即合。在看重出身、籍贯、举荐人的军统体系，陈本夫因黄埔出身、浙江籍贯、家世渊源、忠诚能干，而被戴笠信任和重用。他年幼时，父亲在汉阳兵工厂任工程师，他就对兵器着迷，同时也爱吟诗作赋，文武之道奇妙调和在他生命里。念完高中，他先去黄埔军校，毕业后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员，后被派到日本受训。卢沟桥事变前1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为搞对日情报，他加入军统，被送到德国特别培训。家学使陈本夫中文功底深厚，他因通晓英文、日文、德文，又做事严谨、寡言忠诚，而被调到国军驻于空军基地九龙坡机场，负责协调与日军空袭和盟军协同作战方面国际情报的工作。礼拜天上午，当他开着美式威利斯吉普经过广义中学校时，里面传出当年他受伤躲进上海法租界重生堂，被2位女子搭救时听到的歌声和旋律。他把车停在山路边，走过几十台阶，来到
学校大门口。门房见来了一位军官，就让他进去了。陈本父随着歌声走进礼拜堂，会众正在跟着琴声唱《赎罪之泉》。令他感到万分意外的是，台上那位穿中长袖乳白色丝绸旗袍、秀发披肩、低头专注弹琴的女子。她不正是在上海法租界重生堂救过自己的恩人吗？半年前，他与她在九龙半岛酒店偶遇，他帮他逃离香港，没想到在这里与他重逢。陈本父走进广医中学校礼拜堂，看到浩恩旁边有个空位，就坐下了，心想，在上海和香港见过严小姐2次，都是匆忙逃命，没机会请她吃顿饭。今天中午一定请她吃顿西餐。礼拜结束，陈本父径直向保会走去。黎瑞和浩恩一家3口也向保会走来。保会的眼睛关注陈本父，并未看到随后而来的浩恩及其父母。严小姐真是幸会。陈本父抢先过去，一边和保会打招呼，一边伸手和保会握手。陈先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多亏你在香港搭救我，从九龙一路护送我到桂林的阿福，他现在怎么样了？保会问。阿福他还在香港。陈本父欲言又止，不便多说。严保会到重庆后，心里一直为阿福祈祷。他从心里感激这位言语不多、忠心护送他逃离沦陷的香港到安全区，又返回沦陷区的年轻人。他还在日军眼皮底下执行秘密任务，生死难料。他知道不便多问，就没再说什么。严小姐，好久不见。林浩恩快步走来，冲严保会打招呼。您是？他问。6年前，严保会在杭州只见过林浩恩几面，印象已经模糊，没有认出他来。我是林慕恩的哥哥，林浩恩，他说。想起来了，林先生，真不好意思，他说。这位仁兄是？陈本父问。他见忽然冒出个英俊书生，抢着和严保会说话，觉得十分不悦。我是严小姐的老朋友，林浩恩说，故意强调老朋友3个字。陈本父上下打量林浩恩几秒，说，原来这位先生是严小姐的老朋友。心想，还说是严小姐的老朋友，人家都没有认出你来。严保会、林浩恩、陈本父3人正说话时，黎瑞在一旁对林志信夫妇说，本想中午请严小姐和你们一家在附近新开的康克若，中文叫做康克若西餐厅吃饭，包间已经订妥。可是我看出来了，你们家林公子对严小姐不仅有爱慕之情，且关系非同寻常，不如让他和严小姐2人单独去西餐厅，咱们另找地方，你们觉得如何？好主意，林志信马上说。
林志信刚才听严宝慧弹琴，和他在礼拜堂做见证，发现他谈吐不俗，举止端庄，用词得体，家学涵养，素质自然溢于言表，迅即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在生意场见过各色人，甚至乱世，遇到这样有智慧、有胆识、有家教、有信仰，还留过洋的新式女子，实属可遇而不可求。他能胜任林家贤妻良母，并未来当家媳妇之职，心里已经接纳太太不满意，但儿子看上的这位女子。在他眼里，而立之年的严小姐看起来不过25岁，略施粉黛的脸流露着真挚，眼神满是明光，内心透出质朴，散发着青春气息。刚才在礼拜堂时，林志信就想，难怪我家浩文多年来暗恋这位严小姐，原来他们是同类，二人都痴迷洋教。他从香港逃出，安全抵达重庆，明明因遇贵人相助，他硬说是主耶稣帮助。这位严小姐跟我家浩文一样，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类，难怪他们二人都是年过30也不婚配。林志信猜想，林浩恩多年前都已暗恋妹妹林慕恩的同学严宝慧，就是这位严小姐导致他独身至今。黎瑞说，严小姐，我在康克若西餐厅订了包间，请你和林家共进午餐。不料临时有生意上的事，我和林老先生夫妇要到另一家餐厅去，你和林公子二人去康克若餐厅好了。我们3人去，我请客。陈本福接过黎瑞的话说，这位是？黎瑞问严宝慧。李先生，他就是帮我逃出香港的救命恩人。他说，陈先生既是严小姐的恩人，今日午餐开销都记在我名下，3位可尽享美味佳肴。黎瑞说，陈本夫去过那家餐厅，他带林浩恩和严宝慧走出广义中学校，沿山间小路往山上走，大约走了10分钟，就到了背靠山林的康克若西餐厅。他们3人刚走过康克若西餐厅那扇带彩色海景图的玻璃压花弹簧门，熟悉的旋律好像从天而至，3人不约而同驻足聆听这首他们都很喜爱的英文歌 Going Home 回家。 Going home, going home, I am going home。 听完第1段，3人没挪步。第2段开始了，3人继续站在留声机旁静静听着。严宝慧拿出手帕，默默擦去眼泪。这是他在香港沦陷前，在九龙半岛酒店大堂与陈本福不期而遇时听到的头一位歌手唱的《回家》。他想着，家，地上哪里有我的家？主何时接我回天家？甬道在那里等我，父母也在那里，再也不用逃难，不必躲避空袭，永远遇不见鬼子。林浩恩
和陈本夫看到他流泪，被他感染，也想流泪，但都竭力不让眼泪流出。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